我们常常会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古代能够在黄河流域率先发展出农业文明，而在同一个时期，澳大利亚的土著人却在数万年间始终停留在狩猎采集阶段呢？再想想，同样是相隔不远的土地，中原孕育了农耕王朝，而在澳大利亚与新几内亚之间，却走出了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这又是为什么？其实，答案并不在于哪一群人更聪明，而是藏在他们所处的环境当中。今天我们继续读《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今天我们读到的是第15章耶利的族人这个部分。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分享更多相关的书籍。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在个体精神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让我们开始吧。第15章耶利的族人。一个夏天，我和妻子玛丽在澳大利亚度假，我们决定去探访梅宁迪镇附近沙漠的一处土著岩画遗址。这个地方保存得很好。我曾听说澳大利亚沙漠以干燥和夏季炎热著称，但在此之前，我已经在加利福尼亚沙漠和新几内亚热带草原的炎热干燥环境中工作了很长时间，所以我认为自己有足够的经验来应对这次澳大利亚旅行和可能遇到的挑战。玛丽和我带足了饮用水，于是中午出发，徒步走向几英里外的岩画。我们选择的小径从山间巡逻队的驻地开始，一路向上，天空万里无云。我们穿行在毫无遮蔽的开阔地带，灼热干燥的空气让我们想起了芬兰桑拿浴室里的感受。当我们到达有岩画的峭壁时，水已经喝光了，我们对艺术的兴趣也荡然无存。于是我们继续努力爬山，缓慢而有规律地喘着气。不久，我看到了一只鸟，它显然是一只魅，但比任何已知的魅都要大得多。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生平第一次被热昏了头，产生了幻觉。玛丽和我立刻决定返回。我们俩不再说话，一边走路一边聆听自己的呼吸。我们计算着到下一个里程碑的距离，并估算着还剩下多少时间。那时我们口干舌燥，玛丽满脸通红。终于我们回到了有空调的巡逻队驻地。我们立刻瘫倒在冷却水桶旁的椅子里，喝光了水桶里最后的半加仑水，并向巡逻队又要了一瓶。我们精疲力竭，情绪低落地坐在那里。我反复思考着那些绘制岩画的土著人，他们如何在没有空调的沙漠中度过一生，他们是如何找到水和食物的。对澳大利亚白人来说，梅宁迪之所以有名，是因为1个多世纪前，他是2个饱受沙漠干热之苦的白人的补给大本营。这2人是爱尔兰警察罗伯特·伯克和英国天文学家威廉·威尔斯。他们是第一支从南到北纵贯澳大利亚探险队的不幸领导者。伯克和威尔斯出发时，用6头骆驼驮运了足够吃3个月的粮食，但在梅宁迪北方的沙漠里，他们断了粮。这2个探险者一连3次都遇到了食物充足的土著人，并得到了他们的救助。这些土著人的家就在那片沙漠里，他们将鱼、蕨饼和烤飞鼠堆满了探险者面前。但接着，波克竟然愚蠢地用手枪向其中一个土著人射击，于是整群土著人吓得四下逃散。尽管伯克和威尔斯因为携带狩猎枪支对土著人拥有巨大优势，但他们在土著人离开后不到1个月就饿死了。我和妻子在梅宁迪的经历，加上伯克和威尔斯的不幸遭遇，让我强烈感受到在澳大利亚建立人类社会是多么困难。澳大利亚在所有大陆中都显得与众不同。欧亚大陆、非洲、北美洲和南美洲之间的差异，与澳大利亚和这些陆块中任何一个之间的差异相比，都显得微不足道。澳大利亚是最干燥、最小、最平坦、最贫瘠、气候最变化无常、生物品种最稀少的大陆。它是欧洲人占领的最后一个大陆。在欧洲人占领之前，它已经维持着与任何大陆相比都最具特色的人类社会和最少的人口。因此，澳大利亚为那些关于各大陆之间社会差异的理论提供了一种决定性的检验。
它有最具特色的环境，也有最具特色的社会，是前者造就了后者吗？如果是，又是如何做到的？澳大利亚是开启我们环游世界之旅的合乎逻辑的大陆。我们要将在本书第2部分和第3部分所述记的经验，用来了解各大陆的不同历史。大多数外行人会把澳大利亚土著社会表面上的落后看作其最重要的特点。澳大利亚是唯一一个大陆，那里的土著族群在现代生活中仍然没有所谓文明的任何特征，没有农业、畜牧业、金属、弓箭、坚固房屋、定居村庄、文字、酋长管辖地，也没有国家。澳大利亚土著是流动或半流动的狩猎采集者，他们组成族群，住在临时搭建的住所或简陋小屋中，并且仍然依靠石器。在过去的13000年中，澳大利亚的文化变革积累比其他任何大陆都要少。澳洲人对澳大利亚土著的普遍看法，可以用早期一个法国探险者的话来代表。他说，他们是世界上最悲惨的人，是和没有理性的野兽差不多的人。然而，直到4万年前，澳大利亚土著社会仍然拥有对欧洲和其他大陆社会的巨大领先优势。澳大利亚土著发明了世界上一些已知最早的边缘经过打磨的石器，最早的油饼石器，也就是装有木柄的石斧，还有最早的水运工具。这些已知最早的演化也出自澳大利亚。从解剖学上看，现代人类在欧洲西部定居前可能已在澳大利亚定居了。尽管有这种领先优势，为什么最后却是欧洲人征服了澳大利亚，而不是相反？这个问题中还包含另一个问题，在更新世冰期期间，大量的海水被封闭在大陆冰原里，海平面比现在低得多。如今将澳大利亚与新几内亚分割开的阿拉弗拉浅海，那时是干燥的低地，大约12000年前到8000年前，冰原融化，海平面上升，那块低地被海水淹没。原来的澳大利亚大陆分成了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2个半大陆。这2个原来连在一起的陆块上的人类社会，到了现代，彼此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差异。与我刚才关于澳大利亚土著所说的各种情况相反，大多数新几内亚人，例如耶利的族人，都是农民和猪倌，他们生活在定居的村庄里，他们的行政组织是部落，而不是族群。所有新几内亚人都有弓箭，许多人还使用陶器。与澳大利亚人相比，新几内亚人通常有坚固得多的住所，更多的适于航海的船只，以及更多数量和种类的器皿。由于新几内亚人是粮食生产者，不是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所以他们的平均人口密度比澳大利亚人高得多。新几内亚的面积只有澳大利亚的1/10，但它所养活的当地人口却是澳大利亚的数倍。为什么从更新世大澳大利亚分离出来的较大陆块上的人类社会，在其发展中始终如此落后，而较小陆块上的社会却进步得快得多？为什么新几内亚的所有那些发明没有传播到澳大利亚，而它和新几内亚之间的托雷斯海峡宽度不过90英里？从人类社会学的角度看，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之间的地理距离甚至不到90英里，因为托雷斯海峡中星星点点地分布着许多岛屿，上面住着使用弓箭，在文化上与新几内亚人相类似的农民。托雷斯海峡中最大的岛距离澳大利亚只有10英里，岛上的居民不但与新几内亚人，而且也与澳大利亚土著进行着活跃的贸易。这2个具有不同文化的世界，隔着一个只有10英里宽且风平浪静的海峡，又有独木舟可以互相往来，他们怎么会保持着各自的本来面目呢？与澳大利亚土著相比，新几内亚人在文化上可以说是先进的，但大多数其他现代人却认为，甚至新几内亚人也是落后的。在19世纪晚些时候，欧洲人开始在新几内亚殖民之前，所有新几内亚人都没有文字，仍然依靠石器，在政治上除少数外，还没有形成国家或酋长管辖地。就算新几内亚人的进步超过了澳大利亚土著，那么为什么他们的进步仍然没有赶上许多欧亚大陆人、非洲人和印第安人？耶利的族人以及他们的澳大利亚同胞提出了一个谜中之谜。当许多澳大利亚白人
被要求解释澳大利亚土著社会文化落后这个问题时，他们有一个简单的回答，大概是由于土著本身的缺陷吧。对面部构造和肤色来看，土著人当然与欧洲人不同，这就使得19世纪晚些时候的一些作家把他们看作是猿和人之间缺失的一环。英国白人移民在一个大陆上建立殖民地的几十年内，创造了一种有文字的进行粮食生产的工业民主，而这个大陆的居民在经过4万多年后仍然过着狩猎采集生活。对这个事实，难道还能有其他解释？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澳大利亚不但蕴藏着丰富的铜、锡、铅和锌，而且还拥有世界上某些最丰富的铁矿和铝矿。那么，为什么澳大利亚土著仍然不知金属工具为何物，而仍然生活在石器时代？这好像是对人类社会的一次完全受控的实验。大陆还是那个大陆，只是人不同罢了。因此，对澳大利亚土著社会和欧洲裔澳大利亚人社会之间差异的解释，想必就是源于组成这两种社会不同的人。这种种族主义结论背后的逻辑似乎使人不得不信。然而，我们将会看到，这种结论包含着一个简单的错误。作为检验这个逻辑的第一步，让我们考察一下这些人的起源。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至少在4万年前就已有人居住了，那时他们还是连在一起的大澳大利亚。只要看一眼地图就可以知道，移民们最后必定来自最近的东南亚大陆，他们主导前进，通过印度尼西亚群岛来到了大澳大利亚。支持这一结论的证据有现代澳大利亚人、新几内亚人和亚洲人之间在遗传学上的关系，以及在今天的菲律宾、马来半岛和缅甸外海的安达曼群岛还残存着几个具有类似体貌特征的群体。这些移民一旦到达大澳大利亚海岸，就在整个大陆迅速扩散，甚至占据了这个大陆最遥远的和最不适宜居住的地方。一些4万年前的化石和石器证实了他们曾在澳大利亚西南角存在过。到3万5千年前，他们到了澳大利亚东西角和塔斯马尼亚，这是这些移民在澳大利亚西部或新几内亚可能的登陆地点最遥远的角落，离印度尼西亚和亚洲最近的地方。而到了3万年前，他们则到了新几内亚气候寒冷的高原地区。所有这些地区都可以从西面的某个登陆地点经由陆路到达。然而，到3万5千年前，要向新几内亚东北方向的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移民，还需要渡过几十英里的水路。对大澳大利亚的占领速度，可能比从4万年前到3万年前的一些年代里表面上的扩散甚至更为迅速。因为在用碳14测定的实验误差范围内，这些不同的年代几乎没有区别。在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最早有人居住在更新世时期，亚洲大陆向东延伸，吸纳了现在的婆罗洲、爪哇和巴黎这些岛屿，所以当时亚洲大陆与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距离，比今天东南亚边缘到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距离要近差不多1000英里。然而，从婆罗洲或巴厘岛到达更新世的大澳大利亚，仍然要渡过至少8个宽达50英里的海峡。4万年前，渡过这些海峡可能要靠竹筏，这是一种低技术的水运工具，但适于航海。今天中国南海一带仍在使用。尽管如此，当年渡过这些海峡想必也十分困难，因为在4万年前最早的那次登陆后，考古记录没有提供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在后来的几万年中又有人类从亚洲到达大澳大利亚。我们随后得到的明确证据是，直到最近的几千年内，才在新几内亚出现了来自亚洲的猪，在澳大利亚出现了来自亚洲的狗。因此，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人类社会是在与建立他们的亚洲社会基本隔绝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这种隔绝状态在今天所说的语言中反映了出来。经过这几千年的隔绝，现代澳大利亚土著语言和现代新几内亚主要群体的语言，也就是巴布亚语，都没有显示出与任何现代亚洲语言有任何明显的关系。这种隔绝状态也反映在遗传和体质人类学上。对基因的研究表明，澳大利亚土著与新几内亚高原居民与现代亚洲人的类似之处
要稍多于与地球上其他大陆人的类似之处，不过这种关系并不密切。在骨骼和体貌方面，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土著与大多数东南亚人也有区别。如果把澳大利亚人或新几内亚人的照片与印度尼西亚或中国人的照片比较一下，这一点就变得十分明显。所有这些差异，部分原因是大澳大利亚最早的亚洲移民在一段漫长的时间里与他们的待在家乡的亚洲同胞分道扬镳，在大部分时间里只发生有限的遗传交换。不过，也许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大澳大利亚移民原来在东南亚的祖先到这时已经大部分被从中国向外扩张的其他亚洲人取代了。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土著在遗传上、体质上和语言上也产生了分化。例如，在由遗传决定的人类主要血型中， ABO 系统中的 B 型和 MNS 系统中的 S 型在新几内亚同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地区一样都有出现，但这两种血型在澳大利亚则几乎没有。大多数新几内亚人的浓密卷曲的头发与大多数澳大利亚人的直发或全发是明显不同的。澳大利亚的语言与新几内亚的巴布亚语言不但同亚洲语言没有亲缘关系，而且彼此之间也没有亲缘关系，只不过是托雷斯海峡两岸双向交流了某些词汇而已。澳大利亚人和新几内亚人之间的这种分化，反映了在十分不同的环境里的长期隔绝状况。自从阿拉弗拉海在大约1万年前由于海平面上升而最终将澳大利亚与新几内亚分开以来，遗传交换只限于通过托雷斯海峡中一系列岛屿而进行的稀少接触，这就使得这两个半大陆上的居民适应了各自的环境。虽然新几内亚南部沿海的热带草原和红树林与澳大利亚北部的热带草原和红树林有相当多的类似之处，但这两个半大陆的其他生境在几乎所有方面都是不同的。这里举几个不同的地方：新几内亚紧靠赤道，而澳大利亚则远远地延伸进温带，几乎到达赤道以南40度的地方。新几内亚多山，地势极其崎岖不平，高度可达16500英尺，最高的山峰上覆盖着冰川。而澳大利亚大多地势低平，94%的地区海拔高度在2000英尺以下。新几内亚是地球上最潮湿的地区之一，而澳大利亚则是地球上最干燥的地区之一。新几内亚大部分地区的年降雨量为100英寸，新几内亚很大一部分高原地区年平均降雨量则超过200英寸，而澳大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年降雨量则不到20英寸。在这里加一句，我换算了一下，100英寸相当于254厘米的年降雨量。西双版纳属于热带季风气候，在雨季也是几乎平均每天一场雨，平均年降雨量才156厘米，其中西双版纳的雨季降雨量占全年的83%左右。好，回到这本书，新几内亚的赤道气候只有不太大的季节变化，而且年年如此，但澳大利亚的气候则是高度季节性的，而且年年不同，其变幻莫测，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大陆的气候。因此，新几内亚境内大河纵横交错，川流不息，而澳大利亚的永久性河流在大多数年份里只限于东部地区，甚至澳大利亚最大的水系，也就是莫雷河达令河水系，在发生干旱时也要断流长达数月之久。新几内亚的大部分陆地覆盖着茂密的雨林，而澳大利亚大部分地区却只有沙漠和开阔干旱的林地。新几内亚覆盖着受侵蚀很少的肥沃土壤，这是火山活动、冰川反复进退与冲刷高原以及山间溪流把大量泥沙带到低地所造成的结果。相比之下，澳大利亚的土壤是所有大陆中最古老、最贫瘠、养分被滤去最多的土壤。因为澳大利亚很少有火山活动，也没有高山和冰川，尽管新几内亚的面积只有澳大利亚的1/10，但由于新几内亚地处赤道附近，雨量充沛，地势高低错落和土壤肥沃，那里成了几乎同在澳大利亚一样多的哺乳动物和鸟类的生息之地。所有这些环境方面的差异影响了这两个半大陆截然不同的文化史。现在我们就来考察一下这个问题。大澳大利亚最早最集约的粮食生产和最稠密的人口
出现在新几内亚海拔高度为4000到9000英尺的高原河谷地区。考古发掘不但发现了在比较干旱地区用来保持土壤水分的梯田，还发现了复杂的排水沟系统，其年代为9000年前，而到了6000年前已经变得相当普遍。这种沟渠系统类似于今天在高原地区仍然在使用的沟渠系统，其主要作用是疏干沼泽地，使之成为原地。花粉分析表明，到大约5000年前，高地河谷普遍发生了砍伐森林的行动，从而使人联想到清除森林是为了发展农业。今天，新几内亚高原地区的主要农作物是不久前引进的甘薯，加上鱼奶、香蕉、薯芋、甘蔗、一些可吃的草茎和几种叶菜。由于鱼奶、香蕉和薯芋是在东南亚土生土长的，而东南亚又是一个无可争辩的植物驯化场所，所以过去人们通常认为新几内亚高原地区的作物除甘薯外都来自亚洲。然而，人们最终认识到，甘蔗、叶菜和可吃草茎的野生祖先都是新几内亚的品种。生长在新几内亚的某几种香蕉的野生祖先是在新几内亚而不是在亚洲，而鱼奶和某些薯芋不仅是亚洲的土产，而且也是新几内亚的土产。如果新几内亚的农业真的来自亚洲，人们也许会指望在高原地区找到明白无误地来自亚洲的作物，但没有找到。由于这些原因，现在人们普遍承认，新几内亚高原地区的农业是通过对新几内亚野生植物的驯化而在当地出现的。因此，新几内亚和新月沃地、中国以及其他几个地区一样，成为世界上植物独立驯化发源地的中心之一。一些考古遗址没有发现6000年前在高原地区实际种植的作物有任何残余保存下来。不过，这一点并不令人惊奇，因为除非在特殊情况下，现代高原地区的主要作物都是不会留下明显考古残迹的那类植物。因此，其中的一些植物也是高原地区农业的始祖作物，这似乎是可能的。而由于保存下来的古代排水系统与现代用于种植鱼奶的排水系统如此相似，这种情况就尤其可能。最早的欧洲探险者所看到的新几内亚高原地区粮食生产中，3个明确的外来动植物是鸡、猪和甘薯。鸡和猪是在东南亚驯化的，并在大约3600年前由南岛人引进新几内亚和其他大多数太平洋岛屿。这些人是源自中国华南的一个民族，我们将在第17章对他们予以讨论。至于原产南美的甘薯，显然只是在最近几个世纪内才到达新几内亚，是由西班牙人引进菲律宾，再由菲律宾引进新几内亚的。甘薯一旦在新几内亚移植生长，就取代了鱼奶的地位，而成为高原地区的主要作物，因为它成熟时间更短，每英亩产量更高，并对贫瘠的土壤条件具有更大的耐性。新几内亚高原地区的农业发展，想必是几千年前巨大的人口爆炸引起的，因为在新几内亚，原来大群的大型有袋动物灭绝后，高原地区只能养活人口密度很低的狩猎采集者。甘薯的引进，在最近的几个世纪中引发了又一次的人口爆炸。当欧洲人于20世纪30年代第一次飞越高原地区的上空时，他们惊讶地发现，下面的景色与荷兰的景色颇为相似。宽阔谷地里的森林被砍伐一空，星星点点地散布着一些村庄，整个谷底都是为进行集约型粮食生产而疏干并用篱笆围起来的田地。这片景色证明了使用石器的农民在高原地区所达到的人口密度。地势陡峭，终年云雾缭绕，疟疾流行，还有低海拔地区有发生干旱的可能，使得新几内亚高原地区的农业只能在海拔高度约4000英尺的地带发展。事实上，新几内亚高原地区只是一个有稠密农业人口的孤岛，上插青天，下绕云海。新几内亚沿江沿海低地上的村民主要以渔业为主，而远离海岸和江河的旱地居民人口密度很低，靠刀耕火种的农业维持生计，以种植香蕉和薯芋为主，以狩猎和采集为辅。相比之下，新几内亚低地沼泽地居民则过着流动的狩猎采集生活，靠野生西菇椰子含淀粉的木髓为生。
这种树每小时采集的结果可以产生比栽种植物多3倍的卡路里。因此，新几内亚的沼泽地提供了一个清楚的例子，说明在某种环境里，由于农业还不能与狩猎采集生活方式竞争，所以那里的人仍然以狩猎采集为生。在低地沼泽，靠吃西菇椰子为生的人，就是四处流动的狩猎采集族群的典型例子。这种族群组织以前想必是新几内亚的特征，由于我们在第13章和第14章中讨论过所有那些原因，农民和渔民就成了发明更复杂的技术、社会和政治组织的人。他们生活在定居的村庄和部落社会中，常常有一个大人物来领导。有些部落还建有巨大的、精心装饰起来的供举行仪式的屋宇。他们的伟大艺术木雕人像和面具为全世界的博物馆所珍藏。这样，新几内亚就成为大澳大利亚的一部分，拥有最先进的技术、社会和政治组织以及艺术。然而，从习惯于城市生活的美国人或欧洲人的观点看，新几内亚仍然是原始的，而不是先进的。为什么新几内亚人仍然在使用石器而不是发展金属工具，仍然没有文字，并且不能把自己组织成酋长管辖地和国家？原来新几内亚有几个不利于它的生物因素和地理因素。首先，虽然本地的粮食生产的确是在新几内亚高原地区出现的，但我们已在第8章中看到，它产出的蛋白质很少，当地的主食都是低蛋白的根用作物，而仅有的驯化动物，也就是猪和鸡的产量又太低，不能为人们提供大量的蛋白质。既然无法把猪或鸡套起来拉车，高原地区的居民除了2臂力气之外，仍然没有其他动力来源，而且也未能发展出流行疾病，用以击退最终入侵的欧洲人。对高原地区人口数量的第2个限制是能够利用的土地面积有限。新几内亚高原地区只有几处宽阔的谷地能够养活稠密的人口，最显著的是瓦基谷地和巴利姆谷地。第3个限制是这样的现实：4000英尺至9000英尺之间的中间山地森林地带，是新几内亚唯一适于集约型粮食生产的地带。在9000英尺以上的新几内亚高山生境，根本没有任何粮食生产。在4000英尺至1000英尺之间的山坡上，几乎没有什么粮食生产。而在低地地区，也只有低密度的刀耕火种农业。因此，在不同海拔高度专门从事不同类型粮食生产的一些社会之间，对粮食的大规模经济交换在新几内亚从未发展起来。在安第斯山脉、阿尔卑斯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这种交换不但向各个海拔高度的人提供一种比较均衡的饮食，从而增加了这些地区的人口密度，而且也促进了地区的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由于这种种原因，在欧洲殖民政府带来西方医药并制止部落战争之前，传统的新几内亚人口从未超过100万人。我们在第5章讨论过，全世界大约有9个最早的农业中心，其中新几内亚始终是人口最少的一个中心。由于只有100万人口，新几内亚不可能发展出像中国、新月沃地、安第斯山脉地区和中美洲的几千万人中出现的那种技术、文字和政治制度。新几内亚的人口不但总数少，而且还由于崎岖的地形而被分割成数以千计生存于特定区域内的群体。这里有低地地区的大量沼泽地，高原地区交替出现的陡峭山岭和狭窄峡谷，以及低地和高原四周茂密的丛林。当我带领一队从事野外作业的新几内亚助手们在新几内亚进行生物调查时，虽然我们走的是现存的小路，但我认为每天前进3英里仍然是非常快的速度。传统的新几内亚高原地区的居民一生中离家外出从来不超过10英里。地形造成的这些困难，加上构成新几内亚族群或村落之间关系特点的断断续续的战争状态，正好说明了传统新几内亚在语言、文化和政治方面的这种支离破碎的状况。新几内亚是世界上语言最集中的地方，全世界6000种语言中，有1000种挤在一个只比德克萨斯州稍大一点的地区里，分成几十个语组，以及一些就像英语和汉语那样不同的互相独立的语言。在所有新几内亚语言中，差不多有1半语言的使用者不到500人，
甚至那些最大的说同一种语言的群体，使用者仍然只有10万，且在政治上分成几百个村庄，彼此凶狠地斗殴，就像与说其他语言的人斗殴一样。每一个这样的小社会，其自身实在太小，无法养活酋长和专门的手艺人，也无法发明出冶金术和文字。除了少而分散的人口外，新几内亚的发展所受到的另一限制是地理上的与世隔绝状态。这一状态妨碍了技术和思想从别处流入新几内亚。新几内亚的3个邻居全都被溪间流过的峡谷将其与新几内亚分割开来。直到几千年前，这些邻居在技术和粮食生产方面甚至比新几内亚，尤其是新几内亚的高原地区还要落后。在这3个邻居中，澳大利亚土著仍然以狩猎采集为生，他们几乎无法提供新几内亚人所没有的东西。新几内亚人的第2个邻居是东面的小得多的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新几内亚的第3个邻居就是印度尼西亚东部的那些岛屿，但这些地区在其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也始终是由狩猎采集族群占据的文化落后地区。从4万多年前新几内亚最早有人移居时起，直到公元前1600年左右南岛扩张时止，没有一样东西可以确定是由印度尼西亚传到新几内亚的。随着这一扩张，印度尼西亚就被来自亚洲的粮食生产者所占有，他们带来了家畜，带来了至少与新几内亚一样复杂的农业和技术，还带来了可以用作从亚洲前往新几内亚有效得多的航海技术。南岛人在新几内亚西面、北面和东面的一些岛屿上定居下来，并进一步向西深入，在新几内亚本土北部和东南部海岸定居。南岛人把陶器、鸡，可能还有狗和猪引进了新几内亚。至少在过去的几千年中，贸易往来把新几内亚和技术上先进得多的爪哇社会和中国社会连接了起来。作为对出口天堂鸟羽毛和香料的交换，新几内亚人得到了东南亚的货物，其中甚至包括诸如东山和中国瓷器之类的奢侈品。假以时日，南岛人的这一扩张肯定会对新几内亚产生更大的影响。新几内亚西部地区可能最终在政治上并入印度尼西亚东部苏丹的领土，而金属工具也可能通过印度尼西亚东部传入新几内亚。但是这种情况直到公元1511年都没有发生。就在这一年，葡萄牙人到达摩鲁加群岛，缩短了印度尼西亚各个发展阶段的序列。其后不久，当欧洲人到达新几内亚时，当地居民仍然生活在组群或极其独立的小村庄中，并且仍然在使用石器。虽然大澳大利亚的新几内亚这个半大陆就这样发展起家畜饲养业和农业，但澳大利亚这个半大陆却未能发展任何一项。在冰川期，澳大利亚的有袋目动物甚至比新几内亚还多，其中包括袋牛、大袋鼠和大毛鼻袋熊。但所有这些本来可以用来饲养的有袋目动物，在随着人类移居澳大利亚而到来的动物灭绝浪潮中消失了。这就使得澳大利亚同新几内亚一样，没有了任何可以驯化的本地哺乳动物。唯一在澳大利亚被采纳的外来驯化哺乳动物是狗，而狗是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从亚洲引进的，并在澳大利亚的荒野里定居而变成澳洲野犬。澳大利亚当地人把这种野犬捉来饲养，把它们当作伴侣、看门狗，甚至当作活毯子。于是就有了5条狗的夜晚这种说法，形容夜晚很冷。但他们不像波利尼西亚人那样把野犬或狗当食物，也不像新几内亚人那样把它们用作打猎的帮手。农业是澳大利亚的另一个毫无成功希望的行当，因为澳大利亚不仅仅是最干旱的大陆，而且也是土壤最贫瘠的大陆。此外，澳大利亚还有一个方面也是独一无二的，这就是在这块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对气候产生压倒一切影响的是一种无规律的非1年1度的循环，也就是厄尔尼诺现象，而不是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地区所熟悉的那种有规律的1年1度的季节循环。无法预测的严重干旱会持续几年，接着便是无法预测的倾盆大雨和洪水泛滥。即使在今天，有了欧洲的农作物和用来运输农产品的卡车与铁路的情况下，
粮食生产在澳大利亚也仍然是一种风险行业。年成好的时候，牧群繁衍增殖，而到发生干旱时便又死亡殆尽。澳大利亚早期土著农民中，可能有人碰到过类似的循环。年成好的时候，他们便在村子里定居下来，种植庄稼，并生儿育女。而到了干旱的年头，这众多的人口便会因饥饿而大批死去，因为那一点土地只能养活比这少得多的人。澳大利亚发展粮食生产的另一个主要障碍是缺乏可以驯化的野生植物，甚至现在欧洲的植物遗传学家，除了从澳大利亚当地的野生植物中培育出澳洲坚果外，其他就再也没有培育出什么作物来。在世界上潜在的最佳谷物、籽粒最重的56种禾本科植物的名单中，也只有2种出产在澳大利亚，而且这2种又几乎位居名单的最后，粒重仅为13毫克，而世界上其他地方最重籽粒的重量可达40毫克。这并不是说澳大利亚根本就没有任何潜在的作物，也不是说澳大利亚土著从未发展出本地的粮食生产。有些植物，如某些品种的鼠玉、鱼奶和茱萸，是在新几内亚南部栽培的，但在澳大利亚北部也有野生的，是那里土著的采集对象。我们将要看到，在澳大利亚气候条件极其有利的地区，土著在沿着最终可能导致粮食生产的方向演进。但任何在澳大利亚本地出现的粮食生产，都可能会由于可驯化的动植物的缺乏，以及土壤贫瘠和气候恶劣而受到限制。流浪的生活、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以及对住所和财物的最小投入，是因受澳大利亚厄尔尼诺南移影响而无法预知可以得到何种资源时的明智适应行为。在当地条件恶化时，土著居民只是迁往一个暂时条件较好的地区，他们不是依赖几种可能欠收的作物，而是在丰富多样的野生食物的基础上发展经济，从而把风险减少到最低限度。因为所有这些野生食物不可能同时缺乏，它们不是使人口在超过资源时挨饿而发生波动，而是维持较少的人口。这样在丰年时固然有丰富的食物可以享用，而在欠收时也不致有饥饿的发生。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用来代替粮食生产的是所谓的火耕农业。土著居民把周围的土地加以改造和整治，以提高可食用植物和动物的产量，而不用借助栽培和养殖。特别是他们有意识地把周围很大一部分土地放火焚烧，这样做可以达到几个目的：火把立即可以杀来吃的动物赶出来，火把茂密的植物丛变成了人们可以更容易通行的稀树草原。稀树草原也是澳大利亚主要的猎物袋鼠的理想栖息地，火还促使袋鼠吃的嫩草和土著居民自己吃的蕨根的生长。我们把澳大利亚土著看作是沙漠居民，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不是这样的人。他们的人口密度随雨量的变化而变化，这是因为雨量决定着陆地野生动植物食物的产量，也随着江河湖海水产丰富程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土著人口密度最高的是在最潮湿、物产最丰富的地区，东南部的莫雷达令河水系，东部和北部沿海和西南角。这些地区也开始养活了现代澳大利亚人口最稠密的欧洲移民。我们之所以把土著看作是沙漠居民，是因为欧洲人或者把他们杀死，或者把他们从最合意的地区赶走。这样，最后完好无损的土著人群体，也只有在那些欧洲人不愿去的地区才能找到。在过去5000年内，在那些物产丰富的地区中，有些地区发生了土著强化食物采集方法和土著人口密度增加的现象。在澳大利亚东部发明了一些技术，用滤掉毒素或是毒素发酵的办法，使大量含有淀粉然而毒性极强的铁树种子变得可以食用。澳大利亚东南部以前未得到开发的高原地区，开始有土著在夏季经常来光顾。他们不但饱餐铁树的坚果和鼠玉，而且还大吃特吃大群潜伏不动的遗栖飞蛾。这种蛾子叫伯贡蛾，烤了吃有炒栗子的味道。另一种逐步形成的强化的食物采集活动是莫雷达令河水系的曼利养殖。这里沼泽水中的水位随着季节性的雨量而涨落。当地的澳大利亚人修建了长达1英里半的复杂的沟渠系统，
使鳗鲡的游动范围从一个沼泽扩大到另一个沼泽。捕捉鳗鲡用的是同样复杂的鱼梁，安放在尽头边沟上的鱼栅和在墙洞里放上渔网的垒在沟渠上的石墙。在沼泽中，按不同水位安放的鱼栅随着水位的涨落而发挥作用。虽然当初修建这样的养鱼场必然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但他们以后却养活了许多人。19世纪的一些欧洲观察者在鳗鲡养殖场旁边发现了由10几间土著房屋组成的村庄，一些考古遗迹表明，有些村庄仅有多达146间的石屋，可见这些村庄的季节性居民至少有几百人之多。澳大利亚东部和北部的另一项发展是收获野生鼠子的种子，这是与中国早期农业的一种主要作物属属同属的植物。鼠子用石刀收割，堆成了垛，用摔打来脱粒，然后储藏在皮带或木盘里，最后用磨石磨碎。在这过程中使用的几种工具，如石头镰刀和磨石，类似于新月沃地加工其他野生禾本科植物的种子。而独立发明出来的那些工具，在澳大利亚土著所有获取食物的方法中，收获鼠子也许是最有可能最终演化为作物种植的一种方法。同过去5000年中强化食物采集一起产生的是一些新型的工具，小型的石片和三角石刀。若按重量计算，每磅石器所提供的锋刃长度大于被它们所取代的大型石器。锋刃经过打磨的短柄石斧一度在澳大利亚只有局部地区才有，这时已经变得普遍了。在过去的几千年中，贝壳做的鱼钩也出现了。为什么澳大利亚社会没有发展出金属工具、文字和复杂政治结构的社会？一个主要原因是，那里的土著仍然以狩猎采集为生，而我们已在第12章到第14章看到，这些发展在别处只有在人口众多、经济专业化的粮食生产者社会里出现。此外，澳大利亚的干旱、贫瘠和气候变化无常，使得它的狩猎采集人口只能有几十万人。与古代中国或中美洲的几千万人相比，那意味着澳大利亚潜在的发明者要少得多，采用借助新发明进行实验的社会也少得多。它的几十万人也没有组成关系密切、相互影响的社会。土著的澳大利亚是由一片人口十分稀少的沙漠组成的，沙漠把它分割成几个物产比较丰富的生态孤岛，每一个这样的孤立地区只容纳这个大陆的一小部分人口，而且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相互影响也由于间隔的距离而减弱了。甚至在这个大陆东侧相对湿润和肥沃的地区内，社会之间的交流也由于从东北部的昆士兰热带雨林到东南部的维多利亚温带雨林之间的1900英里的距离而受到了限制。这个距离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生态上，都相当于从洛杉矶到阿拉斯加的距离。在这里加一句，我查了一下中国的地图，这个距离大约3058公里，大约相当于昆明到乌鲁木齐的距离。在澳大利亚，地区性或整个大陆某些明显的退步现象，可能是由于它的一些人口中心与世隔绝和居民相对稀少所导致的。回旋镖是典型的澳大利亚武器，但却在澳大利亚东北部的约克角半岛被弃之不用。澳洲人碰到的澳大利亚西南部土著不吃有壳的水生动物。澳大利亚考古遗址中出现的大约5000年前的那种小型三角石刀究竟有什么用途，还仍然难以确定。虽然有一种方面的解释认为，它们可能被用作矛头和箭头的倒钩，人们猜想它们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用在箭头上的三角石刀和箭头倒钩是同样的东西。如果这就是它们的用途，那么现代新几内亚有弓箭而澳大利亚却没有弓箭这个谜就更加难以理解了。也许在整个澳大利亚大陆曾经有过一阵子采用过弓箭，但后来又放弃了。所有这些例子使我们想起了日本曾经放弃过枪支，波利尼西亚大部分地区放弃过弓箭和陶器，以及其他一些与世隔绝的社会放弃过其他一些技术。澳大利亚地区最大的技术损失发生于澳大利亚东南部海岸外130英里的塔斯马尼亚岛。今天的塔斯马尼亚与澳大利亚之间潜水的巴斯海峡，在更新世海平面低的时候还是干燥的陆地。居住在塔斯马尼亚岛上的人
是先后分布在整个扩大了的澳大利亚人口的一部分。当巴斯海峡在大约1万年前最终被海水淹没时，塔斯马尼亚人和澳大利亚大陆人之间的联系中断了，因为这两个群体都没有能够顺利渡过巴斯海峡的水运工具。从那以后，塔斯马尼亚岛上4000个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就失去了同地球上所有其他人类的联系，而生活在只有从科幻小说才能读到的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之中。塔斯马尼亚人最终在公元1642年接触到了欧洲人，那时他们只是世界上物质文化最简单的民族，他们同大陆上的土著一样，也是没有金属工具的狩猎采集者，但他们也缺乏在大陆上已经很普遍的许多技术和人工制品，包括有倒钩的矛、各种鼓器、回旋镖、打磨的石器、有柄的石器、鱼钩、渔网、有插尖的矛、鱼栅，以及捕鱼和吃鱼、缝纫和生火的习俗。在这些技术中，有些可能只是在塔斯马尼亚与大陆隔绝后引进大陆的，或者可能就是在大陆发明的。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断定，塔斯马尼亚的极少数人口并没有为自己独立发明了这些技术。这些技术中还有一些是在塔斯马尼亚仍是澳大利亚大陆一部分的时候被带到塔斯马尼亚来的，不过随后又在塔斯马尼亚文化孤立中失去了。例如，塔斯马尼亚的考古记录用文献证明了，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渔场消失了，古钻、古针和其他古器也消失了。至少还有3个较小的岛，弗林德斯岛、坎加路岛和金岛，在大约1万年前由于海平面上升而脱离了澳大利亚或塔斯马尼亚。在这3个岛上，原来曾经有过的大约200到400人的人口已全部灭绝了。因此，塔斯马尼亚和这3个较小的岛屿以极端的形式证明了一个对世界史具有广泛的潜在意义的结论：只有几百人的群体在完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是不可能无限期生存下去的。一个有4000人的群体能够生存1万年，但在文化上要失去相当多的东西，同时引人注目的没有什么发明创造，剩下的只是一种无比简单的文化。澳大利亚大陆上的30万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在数目上比塔斯马尼亚人多，也不像塔斯马尼亚人那样与世隔绝，但他的人口仍然是各大陆中最少的，也是各大陆中最与世隔绝的。关于澳大利亚大陆有文献证明的技术退步的例子，还有关于塔斯马尼亚的这个例子表明，与世界其他大陆民族的全部成就相比，澳大利亚本地人的有限成就可能一部分来自与世隔绝状态，还有由于人口太少而对技术的发展与保持所产生的影响，就像对塔斯马尼亚所产生的影响一样，只是影响的程度没有那么大罢了。不言而喻，这种影响可能就是最大的大陆欧亚大陆与一次较小的大陆非洲、美洲和南美洲之间在技术上产生的差异的原因。为什么较先进的技术没有从邻近的印度尼西亚和新几内亚传入澳大利亚？就印度尼西亚而言，它与澳大利亚西北部隔着大海，生态环境差异很大，因此直到几千年前，印度尼西亚本身也是一个文化和技术落后地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从4万年前澳大利亚最早有人定居时起，直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澳大利亚野犬出现时止，有任何新技术或动植物品种是从印度尼西亚传入澳大利亚。澳洲野犬在南岛人对外扩张的极盛时期，从中国华南通过印度尼西亚传入澳大利亚，南岛人成功地在印度尼西亚各个岛屿定居下来，其中包括离澳大利亚最近的2个岛屿蒂汶岛和丹宁巴群岛，分别距离现代澳大利亚仅为275英里和205英里。由于南岛人在其横渡太平洋进行扩张的过程中走过了非常远的海上距离，因此我们可能不得不假定他们曾多次到过澳大利亚，即使我们没有澳大利亚野犬这个证据来证明这一点。在历史上，每年都有一些章帆行驶的独木舟从印度尼西亚的苏拉威西岛的旺加西地区到澳大利亚西北部来访问，直到澳大利亚政府于1907年禁止了这种造访。考古证据表明，这种访问可以追溯到公元1000年左右，很有可能更早。这些访问的主要目的是要得到海参，
海参是海星的亲缘动物，作为一种著名的催育剂和珍贵的汤料，从望加西出口到中国。当然，在望加西人1年1度的访问期间发展起来的贸易，在澳大利亚西北部留下了许多遗产。望加西人在他们的海岸营地种下了罗望子树，并同土著妇女生儿育女，布、金属工具、陶器和玻璃被带来作为贸易物品。然而土著居民却没有学会自己来制造这些物品。土著居民从望加西人那里学到了一些外来词、一些礼仪，以及使用张帆行驶的独木舟，还有用烟斗吸烟的习俗。但这些影响都没有能改变澳大利亚社会的基本特点。由于望加西人的到来，一些事情发生了，但更为重要的却是没有发生的事。这就是望加西人没有在澳大利亚定居下来。这无疑是因为印度尼西亚对面的澳大利亚西北部地区过于干旱，不适于发展望加西的农业。如果印度尼西亚的对面是澳大利亚东北部的热带雨林或热带草原，望加西人可能已经定居下来了，但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到过那么远的地方。既然只有很少的望加西人到这里做短暂停留，从未深入内陆腹地，他们所能接触到的就只有生活在沿海一小片地区的几个澳大利亚人群体。甚至这少数澳大利亚人也只是看到一小部分的望加西文化和技术，而不是一个有稻田、猪、村庄和作坊的全面的望加西社会。由于澳大利亚人仍然是四处流浪的狩猎采集者，他们所得到的就只有那几种适合他们的生活方式的望加西产品和习俗。张帆行驶的独木舟和烟斗得到了，断铁炉和猪没有得到。比起澳大利亚人对印度尼西亚影响的抵制，显然更加令人惊异的是他们对新几内亚影响的抵制。说新几内亚语并且有猪、有陶器和弓箭的新几内亚农民，在叫做托雷斯海峡的一衣带水的对面，就是说澳大利亚语没有猪、没有陶器和弓箭的澳大利亚狩猎采集族群。而且托雷斯海峡不是一道水面开阔的天然屏障，而是星星点点地散布着一系列岛屿。其中最大的一个岛是穆拉勒戈岛，距离澳大利亚海岸不过10英里之遥。澳大利亚和这些岛屿之间，以及这些岛屿和新几内亚之间，都有经常的贸易往来。许多土著妇女嫁到了穆拉勒戈岛，他们在岛上看到了原铺和弓箭。新几内亚的这些特点竟然没有传到澳大利亚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托雷斯海峡的这种文化障碍之所以令人惊讶，仅仅是因为我们可能错误地使自己构想了澳大利亚海岸外10英里处的一个有集约型农业和猪的成熟新几内亚社会。事实上，约克角土著从未见过任何一个大陆新几内亚人。不过，在新几内亚与它离得最近的岛屿之间，然后在这些岛屿与托雷斯海峡中途的马布伊戈岛之间，再后来巴杜岛和穆拉格勒岛之间，最后又在穆拉勒戈岛与约克角之间都有贸易关系。沿着这个岛群向前，新几内亚的社会就显得每况愈下。在这些岛上，猪很少或根本没有。沿托雷斯海峡的新几内亚南部低地居民不从事新几内亚高原地区的那种集约型农业，而是刀耕火种，主要靠海产、打猎和采集为生。甚至这种刀耕火种的习惯，从新几内亚南部沿着这个岛群到澳大利亚也变得越来越不重要。离澳大利亚最近的穆拉格勒岛本身也因干旱而不适于农业，所以只能养活很少的人口，而这些人主要靠海产、野生鼠域和红树果子来维持生存。因此，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隔着托雷斯海峡的相互联系，使人想起了小孩子的传话游戏。孩子们坐成一圈，一个孩子凑着第二个孩子的耳朵，把一个词轻轻地说给他听，第二个孩子又把他认为他听到的那个词轻轻地说给第三个孩子听。这样，最后一个孩子最后轻轻地再说给第一个孩子听的那个词，就同原来的那个词毫不相干。同样，沿托雷斯海峡诸岛进行的贸易也是一种传话游戏，最后到了约克角土著手中的是一种与新几内亚社会完全不同的东西。此外，我们也不应把穆拉格勒岛民同约克角土著之间的关系
想象成一种从未间断的好友聚餐，以为是土著迫不及待地从海岛老师那里汲取文化。实际上，贸易和战争交替进行，而战争的目的则是割取敌人的首级做战利品，还有把他们的女人捉来做老婆。尽管新几内亚文化由于距离和战争而受到了削弱，但新几内亚的某种影响还是到达了澳大利亚。通婚给约克角半岛南部带来了某些新几内亚体貌特征，如全发而不是直发。约克角的4种语言有澳大利亚罕见的因素，这可能是由于受到新几内亚一些语言的影响。传进来的最重要的东西中有澳大利亚内陆普遍使用的新几内亚贝壳鱼钩，还有在约克角半岛南部流行带有弦外福材的新几内亚独木舟。新几内亚的鼓举行仪式时戴的面具、葬礼柱和烟斗也在约克角被采用了，但约克角的土著并没有采用农业，这一部分是因为他们在穆拉勒格所看到的农业已经微不足道了。他们也没有选择养猪，因为在那些岛上猪很少或者根本没有，也因为无论如何没有农业，就不可能养猪。他们没有采用弓箭，而是仍然使用他们的长矛和制矛器。澳大利亚很大，新几内亚也很大，但这两个巨大陆块之间的接触只限于极小批只有很少新几内亚文化的托雷斯海峡岛民与极小批约克角土著的相互影响。约克角土著群体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而决定使用长矛而不使用弓箭，以及不采纳他们所看到的已经弱化的新几内亚文化的某些其他特点，从而妨碍了新几内亚这些文化特点向澳大利亚其余所有地区的传播。结果，除了贝壳鱼钩，再没有任何其他新几内亚文化特点传播到澳大利亚腹地了。如果新几内亚气候凉爽的高原地区的几十万农民与澳大利亚东南部气候凉爽高原地区的土著有过密切的接触，那么集约型粮食生产和新几内亚文化向澳大利亚的大规模传播就可能接踵而至。但新几内亚高原地区同澳大利亚高原之间隔着2000英里的生态环境差异很大的地带，就澳大利亚能有多少机会看到并采用新几内亚高原地区的做法这一点来说，新几内亚高原地区不妨说就是月亮里的山。总之，虽然澳大利亚石器时代四处流浪的狩猎采集族群与石器时代的新几内亚农民以及铁器时代的印度尼西亚农民都有过贸易往来，但他们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变。这初看起来似乎是表明了澳大利亚土著出奇的顽固不化，但更进一步的考察就可以发现，这不过是反映了地理条件在人类文化和技术传播中无处不在的作用。我们仍然需要考虑一下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石器时代的社会同铁器时代的欧洲人相遭遇的情况。1526年，一个葡萄牙航海家发现了新几内亚。1828年，荷兰宣布对它的西半部拥有主权。1884年，英国和德国瓜分了它的东半部。第一批欧洲人在海岸地区定居下来，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深入内陆，但到1960年，欧洲人的政府已经对新几内亚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了政治控制。欧洲人到新几内亚去殖民，而不是新几内亚人到欧洲来殖民，其原因显而易见。欧洲人有远洋船只和罗盘，可以帮助他们前往新几内亚。他们有书写系统和印刷机，可以用来印刷地图、描写性报告和有助于建立对新几内亚控制的行政文书。他们有政治机构，可以组织船只、士兵和行政管理。他们还有枪炮，可以用来向以弓箭和棍棒进行抵抗的新几内亚人射击。然而，欧洲移民的人数始终很少。今天新几内亚的人口仍然以新几内亚人为主，这与澳大利亚、美洲和南非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在那些地方，欧洲人的殖民地数量多，时间久，在广大地区内取代了原来的土著人口。为什么新几内亚人却不同呢？一个主要因素，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挫败了所有欧洲人想要在新几内亚低地地区定居的企图。这个因素就是疟疾和其他热带疾病。虽然其中没有一种是第11章讨论的那种急性群众性流行传染病，在这些未能实现对低地地区殖民的计划中，
最雄心勃勃的计划是法国侯爵德雷伊于1880年左右在附近的新爱尔兰岛组织的。结果1000个殖民者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死掉了930人。即使在今天能够得到现代医药治疗的情况下，我的许多美国朋友和欧洲朋友还是由于疟疾、肝炎和其他疾病而被迫离开。而新几内亚留给我个人的健康遗产，则是我得了1年的疟疾和1年的痢疾。在欧洲人正在被新几内亚低地地区的病菌击倒的时候，为什么欧亚大陆的病菌没有同时击倒新几内亚人？有些新几内亚人的确受到了传染，但并没有达到杀死澳大利亚和美洲大多数土著那样大的规模。对新几内亚人来说，幸运的是在19世纪80年代前，新几内亚没有永久性的欧洲人殖民地，而到了这个时候，公共卫生方面的发现已经在控制欧洲人口中的天花和其他传染病方面取得了进展。此外，南岛人的扩张在3500年中已经把一批又一批的印度尼西亚移民和商人带到了新几内亚。由于亚洲大陆的一些传染病已经在印度尼西亚滋生繁衍，新几内亚人因此而长期地接触到这些疾病，所以逐渐形成了比澳大利亚土著强得多的抵抗力。在新几内亚，欧洲人不为严重的健康问题而苦恼的唯一地区是超过发生疟疾的最高海拔的高原地区，但高原地区已经被人口稠密的新几内亚人所占据。欧洲人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到达这里。到这时，澳大利亚政府和荷兰殖民政府不再愿意像以前几个世纪欧洲殖民主义时期那样，通过大批杀死土著族群，或把他们赶出他们的土地来开放土地供白人殖民地之用。对想要成为移民的欧洲人来说，剩下的一个障碍是，在新几内亚的环境和气候条件下，欧洲的作物、牲口和生存方法找不到立足之地。虽然引进的美洲热带作物如南瓜、玉米和马铃薯现在已有少量种植，茶和咖啡种植园也已经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原地区建立起来，但欧洲的主要作物如小麦、大麦和豌豆一直未能占据主导地位。引进的牛和山羊仅有少量饲养，并且同欧洲人一样，也为一些热带疾病所折磨。在新几内亚的粮食生产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新几内亚人在过去几千年中进行完善的那些作物和农业方法。所有这些疾病、崎岖的地形和生存问题，是使欧洲人离开新几内亚东部，也就是现在的独立国家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部分原因。这个地区为新几内亚人所占有和管理，不过他们却把英语作为他们的官方语言，用英语字母书写，生活在以英国为模本的民主政治制度之下，并使用在海外生产的枪炮。在新几内亚西部，结果就不一样了。印度尼西亚于1963年从荷兰人手中接管了这个地区，并将其更名为伊里安查亚省。这个省现在为印度尼西亚人治理和享有，它的农村人口的绝大多数仍是新几内亚人，但由于政府鼓励印度尼西亚移民的政策，它的城市人口是印度尼西亚人。由于长期接触疟疾和其他一些与新几内亚共有的热带疾病，印度尼西亚人没有像欧洲人那样碰到了一道强大的病菌障碍。对于在新几内亚生存问题，他们也比欧洲人有更充分的思想准备，因为印度尼西亚的农业已经包括了香蕉、甘薯和其他一些新几内亚农业的主要作物。伊利安查亚省正在发生的变革，代表了在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下，继续进行3500年前开始到达新几内亚的南岛人的扩张。印度尼西亚人就是现代的南岛人。欧洲人在澳大利亚殖民，而不是澳大利亚土著在欧洲殖民，其原因同我们刚才在新几内亚这个例子上看到的一样。然而，新几内亚人和澳大利亚土著的命运却是不同的。今天的澳大利亚为2000万非土著所居住和管理，他们大多数都是欧洲人的后裔。同时，由于澳大利亚于1973年放弃了先前的白人澳大利亚移民政策，有越来越多的亚洲人来到了澳大利亚，土著人口减少了 80%， 从欧洲移民地时代的30万人左右下降到1921年最低点6万人。今天的土著构成了澳大利亚社会的最底层，他们许多人住在步道站或政府保留地内，
或者为白人放牧而住在畜牧站里，为什么土著的境况比新几内亚人差这么多？根本的原因是，澳大利亚在某些地区适于欧洲人发展粮食生产和定居，再加上欧洲人的枪炮、病菌和钢铁在消灭土著中所起的作用。虽然我已着重指出了澳大利亚的气候和土壤所造成的种种不利之处，但它的一些最富饶或最肥沃的地区仍然有利于欧洲的农业。现在在澳大利亚温带农业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欧亚大陆温带的主要作物小麦，小麦同时也是澳大利亚的主要作物，还有大麦、燕麦、苹果和葡萄，再加上原产非洲撒赫勒地带的高粱和棉花，以及原产安第斯山脉的马铃薯，澳大利亚东北部热带地区的昆士兰州已经超出了新月沃地作物的最佳生长范围。来自欧洲的农民在这些地区引进种植了原产新几内亚的甘蔗、原产热带东南亚的香蕉和柑橘果，以及原产热带南美的花生。至于牲口，欧亚大陆的绵羊使粮食生产扩大到澳大利亚不适于农业贫瘠地区成为可能，而欧亚大陆的牛则成为较湿润地区饲养的牲口之一。因此，澳大利亚粮食生产的发展必须等待非本地作物和牲口的引进。这些作物和牲口是在世界上气候相似的地区驯化的，而这些地方过于遥远，如果没有越洋船只的运输，那里的驯化动植物是到不了澳大利亚的。和新几内亚不同，澳大利亚大部分地区都没有严重到可以令欧洲人望而却步的疾病，只有在热带的澳大利亚北部，疟疾和其他热带疾病迫使欧洲人在19世纪放弃了他们建立殖民地的企图，只有随着20世纪医药的发展，这种企图才得以实现。当然，澳大利亚土著是欧洲人发展粮食生产的障碍，尤其是因为可能最富饶的农田和产奶地区当初曾养活澳大利亚土著中人口最稠密的狩猎采集族群。欧洲人的开拓用2种办法减少了土著的人数，一个办法就是开枪把他们打死。在19世纪和18世纪晚些时候，欧洲人认为这是一种可以接受的选择。到20世纪30年代，他们进入新几内亚高原地区时，他们就很少这样考虑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屠杀于1928年发生在爱丽丝斯普林斯，共杀死了31个土著。另一个办法就是欧洲人引进的病菌，对这些病菌，土著居民还没有机会获得免疫力或形成自然的抵抗力。1778年，第一批欧洲移民到达悉尼，不到1年，死于流行病的土著居民的尸体便随处可见。有案可查的主要致命疾病有天花、流行性感冒、麻疹、伤寒、斑疹伤寒、水痘、百日咳、肺结核和梅毒。在所有适于欧洲人发展粮食生产的地区，独立的土著社会就被用这2种办法消灭了。唯一或多或少完好无损地幸存下来的社会，是对欧洲人无用的澳大利亚北部和西部地区的社会。在欧洲人殖民的1个世纪内，有4万年历史的土著传统基本上被消灭殆尽。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在本章开始后不久提出的那个问题了：英国白人殖民者在对一个大陆进行殖民的几十年内，创造了一个有文字的从事粮食生产的工业民主，而这个大陆上的居民在之前的4万年里一直过着四处流浪的狩猎采集生活。除了假定土著本身的种种缺点，我们怎样才能对这个事实做出解释呢？这是否就是对人类社会演化的一个完全的对照实验，使我们不得不接受一种简单的种族主义的结论？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很简单，英国白人殖民者并没有在澳大利亚创造出一个有文字的从事粮食生产的工业民主，他们不过是把所有这些成分从澳大利亚以外的地方引进罢了。这些成分包括家畜、各种作物、冶金知识、蒸汽机、枪炮、字母、政治机构，甚至病菌。所有这些都是在欧亚大陆环境下1万年发展的最后产物。由于地理的偶然因素，1788年在悉尼登陆的那些殖民者继承了这些成分。欧洲人从来没有学会在没有他们所继承的欧亚大陆技术的情况下，如何在澳大利亚或新几内亚生存。罗伯特·伯克和威廉·威尔斯聪明的能学会写字，
但要在土著生活的澳大利亚沙漠生存下去，他们的聪明就不够用了。在澳大利亚创造社会的人是澳大利亚的土著，当然，他们所创造的社会不是一个有文字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工业民主的社会，其原因是由于澳大利亚的环境特点直接造成的。好，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今天我们读了《枪炮、病菌与钢铁》的第15章耶利的族人，期待在下一次的读书分享中与你再相逢。